我为什么会把底片放在我的储藏室或者抽屉放了30年？因为我在抗议，因为我觉得说这是我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所以我午夜回到报社，然后知道6四发生事情，一直到6四之后，我就把我的辞呈丢出去，用辞职来抗议。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其实我1987年到台北，在报社上班啊，你知道在报社的那种压力啊，所谓那个压力就是说，在1987年解严的前后，台湾的政治氛围是很紧张的，所以在报社担任一个新闻摄影工作者，每天都要强背着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在进行采访的工作。所以在那个阶段里头，我们就只要一下班就会找酒喝，只要一下班压力很大。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做纪实摄影？我是澎湖人。是在马公的非常一个边陲的一个村落，基本上澎湖不是公务人员就是捕鱼的渔屋，但是我家也没有渔船，也不属于公务系统，我们算是打零工的一个家庭，有农做的时候就务农，没有就是打零工，所以我在那个家庭长大，我就觉得说，我们整天都是为了5斗米，为了3餐在想接下来那一餐要怎么办？去哪里？是。所以在那个过程之中，我就很痛恨那个家庭，是，我很怀疑为什么我们要过得这么苦。然后我常常跟我爸妈抱怨，就说啊，那你过得遐辛苦，人拢安尼穿这么衫去上学，人的生活比咱较好咱干那为了要一个协杂会，大概都爱底下干那是愁眉苦脸。我感觉迄个过程，我感觉敢是安尼。阮爸爸妈妈大家讲诶，阮伫日本时代的生活，比这当阵更加辛苦。我这句话一直在我脑海里，我一直在怀疑一直是一个问号。所以直到我当兵的时候，我到左营当兵，我开始想要去求证。我刚好远景出版社有出了一套，远景出版社有一套日治时代台湾文学作家的全集，所以我就开始看他们的一些日治时代的台湾文学作家所写的，因为文学都是在描述当时的一个生活嘛。是，那几个作家其实大家都年轻一辈的可能比较不了解，但是老一辈大概都很清楚，像吴浊流、赖和、杨逵、钟肇政、钟理和以及总之从这几个作家，我开始理解说爸爸妈妈曾经过的生活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情境。我到高雄当兵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可能会退伍之后再度回到澎湖。我不想回去，但是我会想说，万一我要回去之前，我应该在利用当兵的时候好好去玩遍台湾。因为第一个台湾澎湖没有火车，没有山脉，没有河川，所以我就我就是开始努力存钱，去买了一部相机，就开始去旅游，走拍台湾，就乱拍，但是也不是拍一些山脉，拍一些河川，拍一些火车的一些影像。到后来因为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日治时代的一些作家前集那一个文学的影响，他们可以用写去将整个历史所以用一个文学的方式来呈现，我也可以用照片来写历史。我就开始对那个历史有一点点想要去怎么去做一些记录或记载。我当兵的时候刚好碰到美丽岛事件，要碰到先碰到中美断交，台美断交台美断交，sorry 台美断交，sorry， 不用 sorry， 那时候那个时空就是讲中美了。那我们现在讲台美，现在讲台美 ，OK， 又是美丽岛事件，是，所以在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我因为
为什么这个股价会被边缘化？为什么会有人对执政政权的执政的一个不信任？这是埋下我想要去做当新闻摄影工作者的一个希望。我退伍走出营区之后，我立誓，我就说我不想再回去澎湖了。你走出营区，你就把手举起来。没有，我就是可能我发誓，我再也不要回去澎湖。有这样的一个情境，有这样的一个情境了哈，但是不见得是在你心里面。那感觉真的是一个穷怕了的感觉，就是你想要逃离那个地方，逃得越远越好。是啊，因为所以后来选择一个可以离家比较远，到处跑来跑去的工作。一来是说离开那个环境，二来我也想说，可不可以有一天也衣锦还乡有立下这样的宏愿有哦，你起码有哦。有啥？一口人所以我一直到退伍之后，我就说不想回去，我想在台湾找任何工作，我只要能够赚钱就好了。我先到百货公司当收发，就是收发，收发，这所有的那个快递啊，邮件啊，百货的商品要进到百货公司里头，必须经过这一关。我觉得那个就是很基层的工作。到后来我应该人缘还不错了哈，工作也很勤快了，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做了一个短暂的采购的责任。从收发到采购，蛮厉害的哦，搞为例。然后后来我觉得这个工作还是不能满足我，那就有一个朋友就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我们是一个贸易公司。我说好啊，就贸易公司当业务。其实那时候当业务薪水也不高，大概1万块左右一个月。然后我记得我的年终奖金可以去买房子的头期款。哇塞！天啊，那是什么概念？我觉得那个落差很大。这是什么概念？等一下，很糟糕的事。你的年终奖金可以去买一栋房子付头期款。就是头期，那个时候房子头期款要多少钱？当时80年代那个时候，80、90年代初，一栋公寓30几平的公寓是。才100万可以，那可以。可是那个时候钱比较大，买房子之前那时候就开始喜欢在拍照，是。那我就是立志想要去当报社的记者，但是在那个还是戒严的期间，你想要进入报社媒体工作，它的困难都是有的，因为它必须做一些身家调查，是那时候就报社有一些报禁的问题嘛，你可想而知哈，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它完全是媒体不是开放的年代，对，你要想进入报社上班，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只有3大章的年代，你记者就是也要从事一个媒体工作者，你必须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我讲白一点，就是说以我的学历。要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场，是蛮大的困难，不容易，蛮大的困难。因为我只高职毕业而已，我并没有所谓的专业的或者是专业的学术，是，所以我在那个阶段里头，我靠着投稿来累积我的资历。我只要有觉得说哪个媒体是也喜欢用图文的方式去呈现影像，或者是说我要去拍火车拍什么，这个专题是就比如说一个非常小的支线火车支线，那我就去拍一个专题，然后自己再写一些东西，然后尽量用投稿的方式去累积我个人的资历。就这样子，我慢慢到1987、1986，我已经嗅到说要解严了。那时候整个台湾的氛围开始已经有那种解严的一个可能性了我就在1987年解严的那个月，我就去
应征来台北应征，报社的工作吗？对，真的哦。那时候是你几岁的时候29，1987，我1958嘛，29岁。对，那时候是去《智利晚报》。我上来应征的时候，因为有朋友一直鼓励我上来台北，因为他觉得我拍的照片还拍得不错。那你本来是在高雄吗？高雄还是哪里？我在高雄，我在高雄凤山当完兵就在左营当完兵，左营当完兵，从事百货业跟从事贸易公司，了解。然后最后甚至贸易公司，我觉得我的业绩越做越差之后，干脆去开计程车好了。哇，还开过计程车？对，就开计程车啊，就是为了拍照。Oh my god！ 所以我的座位底下，驾驶座底下都会藏了一部相机，就看到我想要拍的，我就一下车就拍了。我们之前聊斜杠，应该也找三太哥来聊一下什么叫斜杠斜杠青年。然后就这样子，一路上就开始拍照哈。其实我那个1985年、86年拍一套非常经典的照片，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以前我不觉得经典啦，然后后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经典的照片，因为那是在描述所谓的居住正义。居住正义，就是说，比如说华光社区为什么会拆嘛？哈，对，那个高雄有一个地方叫做兴邦里，那里头居住了一些原住民，包括一些老包括一些属于偏远地区来的一些边陲来的一些劳动者。那个地方，我发现有很多人是居住在坟墓上面，就是当时对我看到那样子，这好像就是也是很贫穷的人。我希望我可以帮贫穷人，是不是可以记录一些东西，可以变成是可以让人家更清楚穷人是怎么样的过。所以拍就记录了一些住在蒙阿波来的一些来自于不同城市，来自于一些偏远地区，来自于山地的所谓的原住民，包括一些中国跟国民党撤退的一些老欧在那里族群融合，没有现在的所谓的族群撕裂那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就是为了杀等为了生活了然后那个拍完之后没有多久，我就有些朋友就说我拍的照片不错，为什么不到台北来发展？我说我也想上去。但是问题找不到工作，他说来，我们来，大家一起帮你找。然后我就上来之后，那个《民进周刊》找我，《民进周刊》那时候在这附近，他说来，我们这里上班，我们需要，然后我说我真的想要去新闻或者是人间杂志，但是我去的这两个单位，他都说你能不能回高雄当我们的特约？靠，才从高雄上来，你叫我要上，所以我就说好了，那最后就你要不要来《智利晚报》上班？好了，那试试看啊。《智利晚报》我为什么会喜欢它？是因为机场事件，它做一个详实的报道。我才对这份媒体有所认识因为大概那个时候大概听到的就是《中国时报》啦、《联合报》啦、中央日报，对，《智利晚报》很少人看，民众日报也很少人，在高雄有看到然后《台湾时报》也是在高雄，最后我就说来试试看，就到《智利晚报》去应征，然后我们那个社长吴峰山就说你拍得很好，可不可以明天就来上班？我说社长不好意思，我要回去高雄打包我的行李，我才能够上来上班。宽的，好，反正就连夜坐车下去，宽的，过不能刚我的起来台北上班了，就这样子，真正走入一个所谓报道人的一个新闻工作。我看你的摄影作品我发现你见证了很多台湾的历史事件，而且是非常经典的历史事件这张照片就是在描述老立委跟老国代，对，末代的最后一代的国，对，那个真的很老，对，
末代的在那个阳明山吗？那个在国父纪念馆，国父纪念馆对。然后哇，这张照片真拍得好啊！没有好啦，是人家演的好啦，是里面的人那也演得太好了吧？里面的国家代表老的算蛮酷的啊，真的。你看，每个人都还穿着那个长袍马褂，对啊，还棉袄。这个其实我觉得，为什么那个时候已经1988年了你们不要太压抑。其实我们小时候就是在过年那样的一个时期。是你看到一个社区里头啊，尤其是到竹篱笆里头的社区，你看到就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度的人。什么意思？就是穿着长袍马褂。我相信，如果在台北住过人，在健康路那里，应该也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这样的景象。松山区，对。可是你知道，因为这张照片是抗议万年国会的全面改选运动，那个就是民进党的党工他们所乔装的一个角色。难怪你会说演得好。对啊。但是哇，这演得太好了吧！这张照片真的拍得好。但是我没有办法到那个原来的现场。是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那个现场是没办法再回去嘛。那有人演，我就觉得是可以记录他。是那实际上也不是说我拍得好，那当然是他们演得好。但是演得好是因为有那个现实的社会曾经有这样的现象。我这辈子其实应该过年都没有看过有人穿长袍马褂。可能因为我们身处的地区都是没有这么多。其实我姐姐是嫁给外省人，是就是从中国撤退的军人，他们被分配在眷村里头，就那个大寮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眷村，一个眷村部。那时候我也在他那里也曾经过年过。我看到他们就每个都穿那个长袍马褂。然后后来慢慢整个时空开始，因为老欧已经慢慢凋零了嘛。凋零之后，那个时空开始会回复到我们现有的现实生活。那个情景，我不晓得，因为竹篱笆的春天好像那部电影曾经那个应该有一些描述，但是跟年轻人讲大概也很难对口。但这边有一张照片是巴黎13行遗址。对，那个你可以从那张照片里头去理解说，台湾其实本来淡水那个是淡水的对面叫巴黎。那其实以前也都是叫淡水嘛。是淡水厅嘛。那淡水厅巴黎也是其中之一嘛。你看那个时候是靠海边是原住民。对。那后来是因为你们汉人来把原住民赶走了。把原住民赶到山上去，该死的汉人赶到山腰。对。然后后来又来了一批客家人嘛。对。然后再把他赶到山顶去。客家人赶到山腰之后，把他们赶到山顶去。所以那种械斗那是必然的啦，那是为了生存嘛。抢地盘了。拉回到说，那时候上来台北工作，第一个我在这里亲戚朋友很少。我的亲戚朋友大部分都在高雄，要不然就澎湖。因为你知道澎湖人要来台湾打拼，一定都是在劳动力最多的一个最密集的地方，就是高雄嘛。其实跟我同辈的，或者是说对我的过去比较清楚的，其实包括我出的那个走派台湾，前年的那个1989吼叫1989，就是有关于60天安门血印的一些影像。是包括去年年底出版的那本咸水烟，就是我的成长过程，我的故乡那一本摄影集以外，我还更早还有出版过一本叫做《劳动尊严》。那个《劳动尊严》就是在叙述台湾的劳动的一个形态每个人对于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劳动模式，然后做了一个肖像的整理拍摄。
有点像报道摄影的专题的感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牙齿常痛，然后痛就会想要去抓药来吃，但是在那个偏远的地方，医疗设备，包括医疗卫生，包括甚至你要买成药都不太可能，物资都很缺乏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们家的墙壁就会钉了一个药包，你们大概也没有经历过。墙壁钉个药包，一个药包就是有人每个月就有一个骑着脚踏车，或者是所谓的电动摩托车，是因为送一些成药到我们家，看我们墙上的药包到底使用过什么药啊？使用过之后短缺的部分，它就会回填补一些药，那补完了之后就是算钱。要看你使用多少东西，然后就等于是结算你使用的一些款项。简单的说，那些药物很简单的，就是白花油、白花油、万金油。这是什么啊？还有口味尔知道吗？那个知道那个这个算药吗？等一下，还有张国洲蔷薇散。还有剔骨文公散现在还有说真露丸等一下，这算药吗？这是成药啊。OK 包括 OK 泵沙龙 pass OK 绷带，所以就是以前电视上我们有看过那些什么风热油还是什么的，基本上都会有，就对。风热油什么三支雨伞标有优柔安这个没有，那个是后来糖浆的部分比较后来，就以前都是药丸或者是说包括碘酒红药水之类的，就是一个简单的外伤的一些包扎的一些工具或等等。所以会有人到你们家去补这些药哦？政府安排的吗？不是，等于是一个经销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有 Uber 的概念，就是你说 Uber 吗？送药到你家，因为以前你要有一部脚踏车，能够从马公的郊区到马公。就很厉害了，他家算很有钱了。真的那马公的郊区到马公骑脚踏车要多久？顶多是5公里左右了。那没有很远的，但走路应该走死的，就是走路就小孩子来讲，走路算很远了，5公里。现在你看台北人谁会去走5公里的路？拜托，我就是因为那样子，所以当我开始喜欢摄影然后开始想要去印证说我不是在欺骗我的未来一代的我们劳动的模式跟条件，因为我曾经怀疑过我爸爸妈妈，我希望我的下一代是不要让他们怀疑我骗他们，我那个年代怎样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送药包的这个行业已经不见了，那我一定要拍一些现有的一些劳动模式，所以我那些劳动模式里头很多行业也慢慢有一些改变，就凋零了。比如说公卖局我们喝酒一个公卖局嘛对，公卖局有配销员，配销员他是开个卡车或者是说用里亚卡然后推到你经销处或者是你的杂货店你要2箱米酒，他就要扛2箱米酒；你要4箱啤酒就要扛。这样的一个，因为后来有比较属于居具的协助，所以整个徒手去搬运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慢慢就不见。包括邮差也是一样包括很多行业都慢慢有一些微调变迁，一些改变嘛。你现在出入捷运也没有售票员，也没有检票员嘛。对，自动了，已经机械化了，所以整个劳动产业一直在进化，是劳动模式一直在改变，所以我想把它拍了之后，就是保留那现有目前的一个所谓的劳动形态，然后把它拍100个人，拍了之后我就出成一本摄影集，希望能够让年轻一辈的或未来的人可以看得到。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劳动尊严。劳动尊严不是严厉的严，不是严厉的颜面的颜劳动尊严，劳动尊严。对，那个我觉得你应该还可以再拍另外一本 Part 2劳动尊严，因为我觉得现在
应该也开始。我不觉得可以，我可以拍，因为现在摄影的门槛这么低，很多人都在拍。然后我想，我为什么要出走拍台湾？某种程度就是我想抛砖引玉，我希望说借由这本书，让喜欢拍照的人，因为现在影像取得很容易嘛，你任何一个人手上都有相机嘛，包括手机相机，包括数位扫光相机都有，你们也可以去拍啊，你们周边的东西。你拍下来就是一个历史的存证啊！我除了有几个延伸的劳动尊严那个以外，有一个叫做伸展台，那个就是帮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拍了一些他们工作的肖像。我跟那个团体叫做行无碍，我们就说，很多人身心障碍人离不开家，纵使小儿麻痹，他这一辈子要吐着拐杖，而且坐着轮椅，可不可以让他们有一天可以站起来啊？或者是说，可不可以他们去面对人群甚至有些人群可以去面对他们，包括罕见疾病的。是，所以我就说帮你们办个展览就帮他们拍了一些肖像，然后做了一个展览，希望大家去接受他们，希望这些自我宅在家的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也可以勇敢的去面对社会。就是目的是这样子。那到后来残障联盟合作，就是说帮忙拍他们的心愿，就是圆他们的梦。这个我的志愿，其实我当时要拍他们，我是希望说能够用相机去帮他们做圆梦。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啦，这是不可能，因为身心障碍的朋友一辈子，就是说他从小，我就应该这么讲啦，我们从小我们作文一开始不是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家庭，不然就是我的老师，对，然后到后来其中一定有一篇叫做我的志愿。对，我的志愿。你有写过吗？我的志愿？有啊，我也有。我的志愿，你一开始是志愿什么？最早好像是卖包子吧。你真的吗？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巷口我们那个卖包子的人很赚钱，你很喜欢吃，他赚很多钱。不是，他是去买包子的时候看到人家的那个霹雳腰包，然后里面钱都满出来，然后他就卖包子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钱可以赚到满，腰包都满出来，我以后也要当跟他一样的人，所以我就填我的志愿就是我要卖包子。婷婷，你要志愿是什么？我有点忘了不管是很神圣的志愿，还是很小小的愿望也好，或者是说一个很卑微的希望是我曾经有小学的时候有写过这样的作业，所以我们就来拍我的志愿，然后也就是帮身心障碍的小朋友圆一个梦，你知道吗？这期间里头有一个他们是有人想要当那个运动员，是有人想要当棒球国手，有人想要回复他的原住民的身份，有人想要当一个灰姑娘，有人想要当一个女仆，所以不管任何人，其实他们的一个他们的愿望就是一个很简单而且很卑微的一个愿望。是，那我就说这个不太可能，我没办法帮你我们没办法帮你们达成这样的愿望。但是后来我们在努力思考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团队我也在努力，就是说第一个我想拍他们，我不希望用他们的照片来来帮助我的成就，是好像我就是一个正义的使者，我不希望是这样子，我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利用在拍照一个短短的一个相处的期间，我可以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回忆或快乐。所以我真的就是跟这个团队一直在努力去做这件事情。我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叫黄长锦，他就是想要当女仆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一个小男生，我觉得这个愿望也太卑微了吧。我说好，那我们就尽力那我就去找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咖啡厅，然后去西门町借了2套衣服因为我的志愿其实就是一个虚拟的环境跟一个真实的环境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我就说
我拍照我很快哦，你不用紧张，没有关系，我很快就结束了。他说我真的会很紧张，但是我今天很高兴，我穿得这么漂亮，我很快我就拍完了，我拍照真的很快，大概只有这3-5分钟就拍完了。我说拍谁？我真的拍完了我心里都还没有准备好。我说，但是我已经达到我想要的照片，但是没关系。我觉得说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穿着高跟鞋，穿着丝袜，穿着那个女仆的那个短裙有一些他的饰品装饰品。我说，那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你要不要跟我走一段路？我们从温州街，台大温州街那里走回到台电大楼对面，残障联盟在那里，是我们回到那里更衣，换装。他说好啊，一起走。然后走的过程他就很高兴，他的脚步特别的轻盈，感觉上他很满足。我就一直鼓励，我就一直鼓励他，一直称赞他说你今天真的很漂亮。那这句话到底是真还是假的？我当然他实际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漂亮。真的是我觉得他因为他快乐，我享受他的快乐，我会分享他的快乐。是，然后就这样子走回去，没想到隔天他去学校上课，他到残障联盟上班，都穿得漂漂亮亮，我才放下心中的大石，我没有骗他，而且也帮他圆梦，是他走过人生的另外一个门槛，那个阶段完全是突破他了。我就是帮忙去突破这样的一个，好像自己也就看他的时候就很高兴，他后来没有多久就过世了，因为他也是一种罕见疾病，是一个象人。我在走拍台湾里面有看到一张照片，我就看到这张照片其实是那个是残障游泳选手，你细看，你如果亚鬼，你是看不太到这种他到底什么。哇，你仔细看那个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对，我坦白讲，我觉得那个是中国小姐林南子，这边这个那其他都是我就是先看到他那个残障奥运的选手。对，那这是不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个是被物化的女性，一个是这么勇敢的要坚强，一些要勇敢坚强站起来的这些身心障碍人士，是到底是哪一个是身障人士？我当时一个强烈的心理的感受是这样子。喝一杯喝一下，这个要喝一下。天哪！其实我对于你去拍这个6·4，我其实还蛮好奇的。你当时在这个氛围底下，当时看到那样的情景，你心里面的感想是什么？你的想法，你当时的脑袋都在想什么？你在拍的时候，尤其是6·4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发生震爆的时候嘛，对不对？然后你是在发生震爆之前，因为报社通知你危险，所以你赶快回来台湾。对不对？不是我赶快回来，我被迫回来。对啊，因为就是报社通知你说太危险了嘛，是不是那个时候？所以你把事情拉回来，是到1987年刚好是解严的那一年，是我投入媒体工作，是那我的主要的任务基本上就是拍政治，拍社会运动，是，所以我一路上拍。我经历过这辈子我永远难以抹灭的一个新闻现场，是就是520事件，520农民事件，是。然后为什么呢？这是台湾等于是说经历过228或经历过美丽岛事件，这个我都没有经历过，我没有去亲眼目睹过，是。那我只能靠着想象去那样的一个场景，那样的情境，那样的一个政治氛围。是。那我解严之后，当然就是台湾的政治已经迈入到从禁锢到冲撞，是，一直到进入到民主，
是这三个阶段都很重要，是我都经历过。那当我之前在1989年的时候，我被报社希望我能够去参与中国正式认可台湾第一批媒体记者进入中国采访的一些新闻工作者。我是第一批啊，徐璐、李永德他们是偷渡，等于是偷渡哈，那是在突破一个新闻自由的一个行为。那我只是被中国是要打开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赴华的一个开始，所以在我第一批前往中国采访所谓亚青杯体操赛，那以及亚银年会就是由郭婉容领军的去参与他们的一个所谓财经的会议，银行的会议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采访戈巴契夫访中的一个行程，访中的一个所以我知道我这3个任务，但是我这3个任务还没有前往之前，4月7号是郑南榕自焚，所以我那时候因为郑南榕也算是我的朋友，我也算是时代杂志的一个所谓外稿的提供者，所以也是朋友，也是理念是一致的。所以当我知道我采访他的自焚的后续的新闻，是我还在关注说接下来会有什么新闻的同时，是我必须要离开台湾，我要去中国采访那刚刚所说的3个任务。去之前的前一天，我记得是4月16号胡耀邦过世，我4月16号还是4月17号到达北京。OK， 在台湾那时候有接受到一些外国媒体的一些所谓的通讯社的新闻，是知道说已经有一些学生跟一些对胡耀邦的过去认同的一些人，在北京天安门的纪念碑广场那里开始集结，要追思，做一些追思的一些仪式。所以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请那里的一个包车，一个面包车，等于是类似我们的计程车啦，包车，私人的，对，然后就直接杀到天安门，我就想直接去看天安门那个集结的一个现象。就这样过去之后，因为我过去在街头运动也跑久了，所以我觉得说我已经具备了一个所谓的战地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我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想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结果去好像又回到台湾一样，台湾那时候那种场景不断的会发生嘛，静坐、抗议、陈情等等，这个每天都有的事情，我觉得都很司空见惯。所以在这个过程，我就是用一种很平常心去看待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我身在一个不同国度的地方，完全没有民主自由的一个，包括没有新闻自由的一个社会里头，我就在那里一待了40天，我只要有时间，刚刚我所提到的那一个3则新闻，就是亚青杯体操赛跟亚银年会、戈巴契夫访中这几个新闻，我只要执行完了之后，我就会立即到广场去看这些学生。也就这样子，我记录了吼叫1989六四的一个血印的影像。那这些影像我本来就是放在我的抽屉，放在我的储藏室，总共放了30年。我除了当时有发布了一些新闻图片以外，很多其他很多细节的一些影像我都不想着不忍再去看那些照片。我之所以不想去看它，是因为5月24号的时候之前，报社因为北京已经戒严了，军队也在外面待命，想要去镇压这一些抗议者，所以他报社一直说，一个前线的记者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他就顾虑到我的安危问题，就完全封锁，完全断绝我所有的经验，担心你的安危，但是断了你的经源。这很妙的，应该照理说这个时候应该是多给你一点钱，让你继续。我问你，奇怪了，帮你保个险，不会这么想，为什么？
因为还是安全第一的。那个你文字记者可能是可以在第一线的外面听人家讲就可以了。对，你那个要摄影记者，你必须要取得影像，你一定要在现场。第一线的，但是为什么要断了你的金源呢？我不懂。但我的经验很简单啦，我就是在帮各位年轻人可以想象说，我们那一代，我们那个时空花太多钱。第一个不是花太多钱的问题，我除了自己背很多底片去以外，我还有背一个暗房去，背了一个暗房。哎，对，好，那也不重要。那个年代是没有手机的，那个时候你要跟台北联络是需要透过国际电话系统国际网络系统。那个时代是没有提款卡的。OK， 那个时代也没有 Visa。OK， 没有签账这回事。对所以只有手上握有现金，你才能够在那里继续生存。OK， 所以我的出差等于就是说，一开始报社给我了一些美金，我带去那里换不是换人民币哦，是换外汇券。外汇券的汇率又相对的比较高，因为他是怕我的安危重点还是希望你回来了，安危，所以他说，反正你给我回来了，我再不给你钱的啦。反正就是要你回来就对了。对假设我那时候有 Visa， 我为什么我可能说，好，那我工作不要了。以身为一个就是图片工作者，你当时是很堵然的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看哪边？我都好不容易到了这个现场，好不容易到这一个我最尊崇的一个战地摄影，叫做罗伯卡帕。他就是拍了这么一些这么经典的照片，我也可以拍，有没有机会拍那么有经典的照片？终于有机会了。然后他就叫我回去。真的是看，我只好乖乖的就回来了，坐飞机从北京坐到新加坡，从新加坡转机回来，不是直飞，没有直飞了。那个时候还没。我为什么会把底片放在我的储藏室或者我的抽屉放了30年？因为我在抗议，因为我觉得说这是我一项未完成的任务。所以我5月回到报社，然后知道6·4发生事情，一直到6·4之后，我就把我的辞呈给丢出去。真的哦？我就用辞职来抗议。你那时候还在自立？对，应该要。我觉得要是我，应该也会做类似的事情。那我就抗议，我用抗议，我用辞职来表示我对这一件事情的不爽。北宋一直到2019年，张兆堂老师去做我一个所谓的台湾摄影家的一个访问，是去我家翻到那些照片的时候，他说，他问我说，三太，你有什么样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看？我就给他澎湖的照片，也给他天安门的照片，然后你们大概都没有看过。他说真的，真的我都没有看过。我说你为什么不拿出来？今年就是6·4 30周年，你要不要想办法去把它出一本书？我说张老师，拜托你，求求你，我真的不想去碰这些作品，不想去碰这些照片，因为那是我未完成的任务。是，而且以后也不会完成。然后他一句话就吐给我。他说：“大家都知道天安门的那个北京饭店前面围坦克的那张照片，大家都记得，全世界都记得那张。好，过程呢，没有太多的过程的照片。然后他有一句话影响到我，他说：摄影就是一项遗憾的艺术。所以我就说。”好了，我想想，对，我在现场也不见得拍到那样的照片，我没有在现场，所以每个人拍照都会有遗憾哦，因为今天焦距对的不好，光圈曝光不对，这个我也没卖呢，所以摄影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总算把我心中的大石头给画了。
所以很可以啦，这句话太厉害了，太强了。所以我就说张老师，那你要帮我编吗？反正他害我就害他。为什么会找到峰哥帮你出？影城出版的发行人廖志峰，因为他先出了《走拍台湾》走拍台湾啊，然后他想要了解我的过去，我大概有提到这一段。OK， 然后他就是包括廖一武，包括那个很多，包括王丹哈，李哲，那这些书他都。而且他对这些有关于中国的六四是这样的史实，他很有兴趣。对。然后我就说他就跟我讲说，沙大哥，你这本书我来帮你出。我说这本书很贵呢，摄影机很贵啊，摄影机真的很贵啦，成本高啊，成本太高了，对，很难赚钱。你光100-200页的纸张跟印刷。那个成本都要很高，包括装订，没有100万也有80万呢。很高，非常贵，非常昂贵。所以卖摄影机是最难赚钱的，因为它成本太高了。所以我说你的勇气很好。他有啊。我说好，那就你要出，我就决定编。然后就请张老师帮我编。因为我不想用我的主观意识去编，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旁观者懂影像的，知道六四的脉络的，让他去用一个第三者去看待这一些东西，所以我才有一些包括北京当时的一些生活形态，包括协印的这样的一个静坐的过程，把它变成后教1989。我跟张老师两个说，张老师，我们编完这本书之后，这辈子大概不可能再去中国了，列入黑名单了。我说，两个就互看一下，说那就不要去，不一定。我们说不定有生之年还可以看得到他这个就看到他民主的，对。也还是有机会的啊，是啦，但是我们两个都60、80岁了，这种事情有时候很难讲。当年苏联解体也不过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啊，对，我都不期望我看得到了，不一定。我告诉你，这是很难说的，这很难说的，不是你可以预测的，真的。但我比较想要知道说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你在拍的时候，你知道每天回到酒店的时候，你知道我很想知道你的心情是什么。我的心情就是，我就担任一个摄影工作者，一个摄影记者。是。那我就是要让这些，我想找到一张可以传回去的影像，可以让台湾人知道说现在的天安门广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所以我都尽可能用最快的时间传回来。但是你知道吗？我就不谈那里头的一个紧张的氛围。我要光传一张照片，第一个我要用我自己带暗房去，我要冲底片，我要洗成照片。对，现在年轻人大概只要拍完一张照片，大概一条线就可以，大概不要1秒钟的时间就咻就到你手上了。对，到你的 iPhone 或者在你的之类的，在你的手机里头。但是我们不是哦，我们要洗成照片哦，从底片洗成照片哦。洗完照片之后呢，我们要透过传真。哇塞 ！Oh God！ 传真是用什么传真的吗？电话线的电话线，你要请总机帮忙接线。我说我要打到台湾台北。我的智力保社的电话是多少？电话那个专线，你帮我接一下。然后就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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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滚筒的一个传真机。一个颜色要7分钟，黑白的要7分钟。多少钱？多少钱我不晓得，那应该我大概也忘记了。以前1分钟的 God 国际电话应该都要好几百块。对啊，没错，而且80年代那时候，而且不是这样子，不是7分钟这么顺利就传完了。中间如果线路上，因为它不是宽频啊，对吧？那个一下就可以断了，断了之后那个信号就没了，再来一次，没有再来一次。
所以有一张照片可能要传1个钟头。真的你知道吼叫1989峰哥说他印2000本，是，现在只剩900本。对，然后峰哥，你知道峰哥上次来上节目他说什么？他说他不会再印900本，卖完之后绝版就没有了。是，绝版绝版就绝版啦，绝版这个历史就随风去了。不会啦，书还是在，书还是在，散落在各地每个人的一个地方啦。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心里面想的不是什么绝版还是什么，我现在有这一本书，不要来偷。我现在有这一本书，我个人觉得它之后会涨价。如果要操作这种期货，有点太累。那个不是护国神山。你可能花钱没有，我要强调的是比较快我现在要强调的是说还有900本。不会啦，每年的64卖个100本，让中国再痛一次。64快到了，好不好？是啊，我们春天要开始进入春天了，所以赶快买。早允成文化。其实我在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其实某种程度我对因为我们曾经都是练中国地理历史。对，台湾地理历史根本就没有练到嘛，对，没有。我的年纪是完全，我也没有，一页就跳过了嘛。对，我们没有，我是没有念过台湾历史的，稍稍简单带过这样。历史地理，台湾历史地理我都没念过。对啊，大概1、2页就结束了嘛。我们这样是不是透露我们的年龄啊？干嘛这样？冲瞎回去还好啦。度假 Sexy 阿狗狗已经透露我们的年龄了。我就是要让年轻人知道说，我们虽然没有练过台湾历史跟地理，但是我们对台湾还是很热爱。对，历史还是很清楚，还是有办法去理解。有。所以我整个你必须要去追根究底，你为什么会在台湾成长，在台湾是生根的。中国那时候有一些空飘的传单，传单到澎湖的澎湖的那个还有啊，你有收过这种东西？我就会捡传单啊，真的假的？捡毛语录啊，它上面都写什么东西呢？写什么不能看啊？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看？你不是把它打开就可以看了吗？你看的时候知悔通悔啊。那怎么办呢？送去警察局。稍微看你也当作没看到了。然后要送到学校的教官室。教官室就可以做个记录。毛语录。小公1只还2只，我忘记了。有上次那个真的假的？上次那个谁，那个什么廖志问来，不是就说他妈妈那个时候就剪吗？一张一张7块。是哦，换钱。他那个是他的上一辈的妈妈，然后他们那个年代剪到一张7块钱，结果有一次很多，结果有一次。他捡到1袋，因为没崩溃，你知道没有爆炸的，没有爆开，一张7块钱，也贵的啊！你上去给他给我，结果发财，还好，我让他算安全度过。万一有人捅他说：“你那有这贵的，你是帮公寓上来的。”这个蛮危险的。对啊，这个很危险。你的公寓都会 Q 啊。老里 Q 谁人在？那以前那个时候真的是以前的政治演绎就是这样来的。你稍微要转收音机，结果就那种调频调弧之类的，不小心调到对，你被人家听到你是你通匪。三太哥，那我问你你看你这样子经历过戒严的末期，对不对？然后你又经历过这个解严，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走在这个时代，我们算是一个进入一个民主的一个时代里面嘛，对不对？你怎么去看你过去经历过的那个时代跟现在呢？你怎么去看待这两个时代？我没办法做一些论述了哈，但是我觉得戒严解严这4个字很简单，对。但是这个过程，我说禁锢、冲撞是民主是这个也很简单，对，听起来都很这几个字很简单嘛。那我们的年代混杂了很多嘛，是，当然也不是因为没有那个政治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嘛，是，所以你就是一条边的一个教育嘛，这个教育下来就是说你会把它认定中国就是你的国家嘛，其实。你要去了解过去的这样的政治，
你必须要去接触到一些所谓的台湾的历史。那你看台湾的历史怎么去读？我觉得每个人家庭的背景也不一样，教育的模式也不一定是截然相同。那你要去怎么去求证？我觉得可能就是刚刚我一直提到，就是说我因为对我爸爸妈妈的过去的不了解，生活的形态不知道不清楚，所以我想办法去了解。但是最后的了解，我是真的了解，还是了解是不是真相的？这个我不敢说。但是我在我的媒体工作里头，甚至我在上课教学生的时候，我说媒体记者没有所谓的客观这一回事，就是完全透过你的主观意识去，客观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啦。主观还是你想要表达的一个想法。好，那我就说，现在年轻人，你们有体验过什么叫拨接电话的年代吗？我有所以表示我不是年轻人，糟糕了。我买屋，你们后来拨接之后变按键，对不对？有 ADSL 上面不是还没有 GPRS 按键了之后，哎呦，我还经历过 BB call。BB call 有这我也有。好 ，BB call 后来还有一个所谓的行动电话，有大哥大黑金刚好像是一个水壶这么大，对，超大只。有，一直到所谓的 Nokia、Motorola， 对，所谓无线电话。对，以前还有 Sony Ericsson， 现在没有这种东西。对，所以你到现在你接收到 iPhone 啊、Samsung 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智慧型手机，是。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那样的，他不太了解那一段的历史是怎么样的过程。就肯定啊，所以我都希望说，摄影就是很简单。如果你要追求一个真相，你现在就好好去拍你想要看到的一些影像，把它留下来。像纪实摄影，它很妙一个，就是譬如说你现在拍现在的街上的人们的穿着，你其实是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当这个照片放了20年、30年、40年之后，40年后再回来看当年的样貌，它会变成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但是你是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说你现在拍的东西，它以后会变成历史的一个部分？你什么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象跟认识到这样的东西？我先回答你我个人觉得当下即历史。这个不错，这一句话我留下来。因为这一分一秒一刻过了，它就是历史。对，但是我说以一个假设你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工作者的时候，就是你当这个是你的职业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想象说，因为我们在拍照的人 always 在追求图像的刺激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东西，但有的时候其实很平常的东西，它放了久了之后，它就变得很特别。那你怎么样在拍的当下就认为这个现在看起来不特别的东西，它想象它未来会是很特别，而把它拍下来？你什么时候体验到这样的事情？一来我很自卑啦哈，那因为生长在一个穷人的家庭里头，我当然有自卑的权利啦哈，但是我也很自大啦因为我要保护我的自卑嘛。哇塞，这句话我也留下来。所以我就说，因为我刚我提到说，我爸爸妈妈讲的那一些过去他们的生活样貌是我只是要追求他们的一个真实性，我必须要把历史真相给找回来，但是只能靠文字叙述端，左派有左派的叙述方式，统派有统派的方式，独派有独派的方式，所以台湾文学论战也是影响我很深刻。你那时候就看过人家打仗的一个就是乡土文学论战，对乡土文学论战回归乡土嘛，您讲的都是文理啊。我只有用相片啊，好，我觉得这是用照片来当做是一个证据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就会在想甚至我都分享给朋友说，今天的照片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其实新闻摄影，不管是新闻摄影课程，老师都会告诉你说，拍照的同时，拍照的当下就已经成为历史。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可以借用我一个朋友的叫林伯良的一句话，纪实摄影会说话，时间越久话越多。很多照片真的是你拍的时候会是一个很拔辣很普通的照片，但是5年10年20年30年甚至40年50年60年之后，那个照片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文化生活，非常具有考据性的一个历史照片。
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很喜欢的一个纽约的摄影师，一个女生，她叫 Diane Abbas，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你看到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少。我64如果留在那里，我这些照片大概就不见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最后就剩下一张。你如果6月4号之前没离开，你大概可能就是在那里就挂掉了，也被埋起来了哈。那些照片也从此就不见了嘛。不见了，好。所以你说《吼叫1989》这一本到底珍不珍贵？你说我真的会增值？我跟你讲，珍不珍贵我不知道，对中国来讲不觉得珍贵。不会，他们如果哪一天改革开放了之后，就这个就是他们还原历史现场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了。我觉得现在可能没有多少人真的想要理解这个东西。是啦，这个其实也对啦啊，因为台湾毕竟也经过228，经过白色恐怖。是，那这些影像你们有真正看过吗？没有。台湾真的是被当时的执政党给分裂得很严重。你说同一个政治案件的人，他因为都会互相猜忌，是因为被分化得很严重。分化就是说你会猜忌我，我会猜忌你。我就看，我那时候拍不下去的原因是说，看那你叫台湾人放掉了没胶刷。台湾人放流没胶刷是什么意思呢？来，我们台语教学一下。来，台湾人尿尿不会没做对啦，不会让沙凝结在一起。这放流没胶刷，这个我没听过，真的我这辈子没听过，我没有听过，我也没有听过。这个是澎湖才有的，没有，你到大城去随便跟老外看到，那是台湾人放流没胶刷。我们今天又来学到一句新的台语了。这个很酷我很喜欢学台语。我觉得台语有些很经典，真的很经典。其实我看到三太哥的摄影作品的时候啊，我就先不想我那时候看完的时候的想法好了，是我刚刚跟你聊天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你跟那个 Hank 有一点点像。我说的那个有一点点像，就是说你长得帅啊，对，这是一定的。等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我不否认的，家属打理。哦，好哦。我不是要讲这个家属打理。什么？这个时候在家属打理什么概念？不是，我要说，因为 Hank 在拍照的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办法？政大新闻毕业之后，他没有办法去报社工作，因为他没有办法把摄影当成是他的工作，他觉得他自己会拍不出来。2014年的时候，我帮他弄了一个摄影展。但我就很仔细的在看他的照片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他习惯性的把情感埋得很深。那个情感埋得很深是假设你没有问他，他不会回答你，他也说不出任何的论述，反正他拍了就是拍了。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然后他当下拍的时候他到底什么心情。可是我可以想象说，他当时在拍的时候，他一定是那个，就是 maybe 他拍到一张照片，他觉得很开心的时候，他那个满腔热血的那种那个心情啊，就是我在看他的照片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已经习惯性把情感埋得太深，然后他如果没喝酒，你如果没有让他半帮，他绝对讲不出什么屁。你知道你要怎么挖都没有办法挖。你是不是那种你要不要多喝一点？不是Hank是这样子，我也是这样子对啊，所以我就说你跟他很像啊。你的情感要显现出来或者宣泄出来。对，所以我现在如果问你说要某种有一种情景是对的。对。当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时候，你是很努力的站在一个客观的一个位阶，
去拍摄一张照片。平常你拿着相机想到街头上去拍一些东西的时候，它是一个被反射出来的你想要去拍它的原因。 OK， 就是你看到你的过去，看到你的情境，看到你的童年，看到你的回忆，所以很多都是他已经告诉你说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目睹，他才会吸引你，他吸引你了，你去拍他，因为你有感情，你对他对那个情境有感情，是你才会去拍他。我不晓得我这样解读，可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理解。所以你的咸水烟澎湖纪实，就是在这样，在唤起我的童年啊。My God！因为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子度过。你看到的那个书，就是你看到我的过去，很灰色的，很相对凄苦的，但是里面又带有一点点温暖的东西。你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想的吗？你有没有曾经觉得说，你其实只是一个旁观者？很难啦。你说一个旁观者，是我在新闻现场上，我才是一个旁观者啦。在新闻现场，在你拍你想要的照片的时候，那里头包括一些情仇，一些乡愁啊，一些近乡情怯，是包括你一些童年的回忆啊，这样的东西，你就把它不断的去看到那样的场景，你想把它拍下来。拍下来你也不晓得要干什么，因为也不会说我一定要出版。你出版之后你要给谁看？或许到真的是因为时间到了，我觉得说该出了，反正对我人生最后的一个交代。不是最后一个交代了，可以最后可以好几个交代。60岁了也好歹是一个交代嘛，对，一个交代可以有很多个交代，没关系。对啊，我觉得你在切蒜头呀，还是切葱？天哪，我听到哭。没有，我觉得做影像创作的人，他一定都会有，比如说这个是要交稿的，我们要客观一点，但这个是不用交稿，我们就可以任性一点，这可以反映我们多一点的情绪跟我当下的情感，或是我人生这个阶段其实在处在一个很压抑的状态，或是很放松的，或者是很平静的，它都反映了你的内心的情感。如果以写作的人来讲，他们写作是一种宣泄的话，其实拍照人的照片也对他来讲是一种宣泄，我觉得啦是这样。我有一个感触，就是说现在时代变迁的太快了，所以我刚刚其实才会问你那个时代，关于时代，你当时那个时代的问题。那我刚刚真的在看的时候，我真的有感受到那个1980年代，我那个时候还小，到现在2021年了，太快速的一个变化了。那我看到以前过去的很多的，譬如说我刚刚看到一张照片，我真的惊呆了，就是101，当时还是停车场，真的预定用地嘛？对是，对，是101预定用地，以前信义区还都是很荒凉的，对，很荒凉，预定用地，整片满满的车海啊，对啊，真的是车海。跟那个玩具一样，整片都停满了。你当时拍的时候有想过他后来会盖101吗？或者说你有想象说你要去追溯那一张照片拍摄的原因，或许应该也是101要敲定的时候。我的天线有时候都比较长，对，我就说这个天线应该要指引我去拍那张照片或者什么，我忘记，我真的忘记了但是到后来我翻我的底片看到那张照片说，看那真不是101吗？我的影像天分我没有那么强，我不像布列松可以创造一个所谓决定性的瞬间，但是我觉得我的照片就很平实这种平实就是告诉你，我希望就是不是用扭曲的方向去呈现给大家，我希望就是最平实的就是最真实的就是一个历史的展现。我没有特别想要去说我用我的手法去解释我想要看到的历史。这个历史是我看到的，我就用直接的方式去面对我的相机，面对我想要观赏的朋友。我不想去做任何的做作或造假或之类的，所以我就说我的照片绝对是100%是原味。
我没有做过任何的手脚。当时我拍的照片，我很多照片都是很拔辣，包括中华商场那个打棒球的小朋友，只有我有感情，我的感觉是说，看我以前我在我家门口，我就可以拿个一支那个球棒、棒球棒、木琴板，那个嘎嘎，你知道吗？嘎嘎，我知，5公分乘5公分的嘎嘎，嘎嘎，嘎嘎，脚料，柳安木的或是柳安木的，他拿起来只要大概一个棒子的长度，我们就可以在家的门口顶打棒球，因为那时候很空旷嘛，对，乡下很空旷，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建设嘛。但是好，我那一天坦白讲，我为什么感触特别深？那一张照片，因为我在12月25号，大家都知道说那是圣诞节，对。大家都忘了它是一个行宪纪念日，对，大家都西化了。我觉得，我从中山堂出来，中山堂是国民大会的另外一个存在的地址。是出来之后，我就走，因为被整个博爱特区被封锁，我跨过天桥的时候，我看到底下人在打棒球。中华路在打棒球，那些小朋友，我现在心里在很同情他，又很羡慕他们。他们羡慕他们是住在一个非常精华的都会里头，同情他们是说他们这辈子大概只有这么一次可以在家的门口打棒球，很矛盾又很那个这个很两极。对，我拍了之后，我觉得那张照片很拔辣但是有台北人的情感就可以理解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拍照的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因为它跟写作有点不太一样。写作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描绘一个节点，然后必须要给它一些加油添醋。有时候拍照是你拍下当下真的是没有觉得说它一定要变成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它忽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回来看，它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跟你当下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像我有时候拍照的时候，我拍完我是不看的。我们一样我会过很久再拿出来看，我会觉得那个会很好看。但是我刚拍完，我是绝对不想修片，我也不想做任何事情，我就拍完就拍完了。现在的相机进入摄影的门槛真的很低，但是像我们经历过拍一张底片，一剪底片里头只有36张，拍完36张之后就要换底片。对，而且偶尔去洗完之后发现剩2张才可以看的，剩下的过曝文。对。然后拍完了之后你还要去冲洗，然后等待，就像 Hank 说的，你要等待那种心情到底是揭晓之后跟好像考大学你的有没有上榜？那你买了一个底片相机，坦白说，我一部相机可以用个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可以 FM2 可以用超久，可以用100年。我讲白了说，你现在用的数位相机叫做一次付清，对，以前用底片叫做分期付款。对，现在机备大概3年后就不行对，所以我觉得，纵使照片拍了之后，我跟Hank是一样的，我根本就不想去看底片，因为平面的影像跟所谓的动影像是不一样。动影像是有影像跟声音，它可以用声音来带动你的情绪，但是平面的你必须要让人家感受到你在拍什么。但一个摄影者常常会忽略说，你在现场听到的声音、看到的影像、听到的声音，你会记在你的脑海里。但是观赏者他没有在现场，对，他没有这些声音，他没有在现场，他没有去感受到你的声音，没有感受到你那时候的氛围是怎么样的。你只是截取到一个部分的一个影像而已。这个部分，这个时候你告诉人家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因为你的主观意识一直营造了那些影像、那声音跟那些氛围。Hank你说的对，之后再看的时候有感觉到那样的影像，因为你已经把那个氛围跟声音已经稍微有点让它弱化了。是这样子所以你知道那个影像才是
单纯才是有东西的，对，才是有内容的。如果它看起来还是很棒的，就是它真的是不错的。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拍照，我现在纵使用数位相机，我拍照我也不会拍完了之后当下马上检视我的一些影像，因为我觉得检视有什么意义？你叫对方再来一次吗？对，那你基本功就要做好了。对，没有，有时候只是看眼睛，如果闭起来的话，要再多拍一张。那没办法，那我一次就先拍3张。我觉得那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对，好，为这句经典喝一杯了。跟张老师说声抱歉。你在投身摄影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曾经想过要放弃吗？我觉得我开始玩相机，我开始拍照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拍照是一个让我很舒压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一开始不是把拍照变成是我的唯一的生财的工具。我没有去想过说我是不是要放弃我的摄影工作，我只想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因为相机让我接触到这么多历史事件，这么多的一个社会面貌，这么多的一个相机变成是我跟人家交朋友的一个工具。我不一定是正眼看人，但是我会透过观景窗去看到去观察一个人。相机是太有魅力了，那种这个工具对我来讲，它不是玩具而已，它不是我的生财工具而已，它是我跟人之间沟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我要跟我的岁月赛跑，我不是要跟年轻人赛跑。拍照很简单啊，我觉得你拍照是为了赚钱吗？我说也对。也是，但也不是。当你有一天你赚不了钱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还是得拍。没有，我20岁的时候，那时候去自由时报，21岁去自由时报实习摄影记者。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马英九当市长的时候，在实行摄影记者，然后我们就去拍，比如说社会案件啊，就是那种一家3口被砍死，然后那个血喷的满墙都是，警察就封锁现场，然后我们就拿着相机说，借我拍一下，然后就啪，然后偷拍一张，然后赶快回来这样，然后赶快回去看说到底有没有拍到这样子之类的那种过程。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很不喜欢的状态，就是那时候很多摄影大哥就会集中在某一个洗照片的地方，然后下午就开始下象棋跟喝啤酒。然后有些人他其实一上班就坐在那里，然后他没有去拍照，然后他就跟人家说，调照片，你有没有片子可以给我调一下？然后我去到那边之后，我就幻灭，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哇，这个摄影记者可以这样干的，就我早上来我就可以，你知道，跟人家调个照片，然后喝啤酒打个象棋，然后我就可以交稿，然后就可以回家。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我也很震撼。你很震撼吗？真的，那个是我很震撼的事情。然后我去完就觉得，哇，这个听起来实在是太完蛋了，台湾的新闻太完蛋了，就靠几个人在那边冲锋陷阵，剩下人都在后面。台湾真的完蛋了。亨哥讲的，他这么年轻，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学生，他可以对啊，因为我看到那个状况是跟我理想的状态差很远很远的。我想象的是你每天就是拿着相机冲到第一线，对，很奇怪的地方，然后把自己搞得很累，然后满身流汗这样子之类的。我想象的是那个状态啦。他跟我讲说，他921的时候地震，他没有醒来，然后他隔天醒来的时候，他妈妈说你要去哪里？因为他开门要去上学，然后妈妈就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去上学。我说昨天地震，今天没有，今天停班停课。然后他就冲出去拿那个摄影证，那时候有实行记者有个摄影证嘛，对，然后我们就跑去那个东兴大楼然后就把相机举起来说，借过，以前都靠这一招在混的，借过，然后就冲进去，然后就跑去那个消防车上面，就比较高嘛，刚好跟那个东兴大楼同一个水平，然后就在那边蹲着等那个人救出来的那个照片，等救援。其实当时媒体真的因为在编制上没有那么多的摄影，纵使报禁开放了，纸张变多了，
版面变多了，那实际上人是越来越少，人是越来越少，我知道，人也不是越来越少，就维持原来的编制或顶多多一点点。因为从3大章变成8大章，变成10大章，那个人事编制要多少？应该是要超出1-2倍以上。是，理论上应该要。好，那时候我就跟林少妍，我们曾经有讨论过，调一张照片大概成本是多少钱？我会努力去思考这个问题。一个简单的来讲，20-30年前，20几年前啊，甚至30年前好了，一张照片产生出来，最起码要2000到3000块。一张照片哦。对，你养一个新闻记者，养一个记者的薪水，你那时候一个月薪水大概34000、35000。对，办公室底片。冲洗就会，是不是还有什么？然后见报那一张才算钱哦。对，没见报的他的照片都没用到，就是没用到，不算钱嘛。好，就不算钱，就是以一张那一张来算，一张大概3000块。有很多单位会来，因为他们没有去新闻现场，所以杂志社会去买照片，跟报社买照片，或者跟摄影记者私下买照片。一张才多少钱？200块、400块。这么便宜啊！我说靠，告诉你，没有2000以上，我不卖。好，这个也就算了。但是我觉得，那么照片的取得不是各位想象中那么的容易，那么的简单。它是必须要付出很多过去的一个专业的培养，包括一些成本的开销，绝对是真的。所以另外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说。这张照片我如果调给你，你以后放在你们资料室里头，就变成有一天你们拿出来用，发现是我拍的照片，我告诉你我可以告你，因为你侵犯我的著作权，所以我那时候我跟林少妍就是主张说，一定我们都有漏新闻的可能，跟有那样的一个机会，比报是报老板的事情，并不是读者的事情。你要去想清楚。对，所以这一点我就一直很清楚，我就很秉持的这样的一个漏新闻是我漏，是报老板漏，不是读者漏，是，所以我从此以后我就用这句话来读我的总编辑，总编辑跟我要照片说有没有这张照片，我说没有，对不起，他说为什么没有，我说因为记者站的位置不对。对，就刚好没拍到。你要我怎么办？有其他照片可以替代吗？一定有的一定有的嘛。那比报是你们的事情嘛。我们就常跟底下我的同仁讲，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拍的照片尽量传回来。然后我觉得说可以用，我就会丢到编辑台。不要有漏新闻的压力，但是你不要给我故意漏新闻。很多新闻是可以判断你应该拍得到的。绝对是，只要有趣的话，基本上。哇，色彩哥那个眼睛瞪很大。对啊，基本上有趣都应该拍得到的。他们那个我在我底下压力，其实我都扛了很多，但是我也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有压力，但是不要故意漏。但是不是故意漏，不是他漏新闻是他们不懂得如何挑照片把他觉得说想当然尔的照片传回来给我看，我在编辑台说不好看。有没有你还有没有其他照片？我说他说大哥，我把所有的照片都传给你了。有没有你不想传的照片给我好吗？就后来发现都比较好，结果都是发现都好照片，你知道吗？这是题外话，这是题外话，这难免都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对了，对，三内哥，你怀念当时那个年代吗？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年代速度很快嘛，对不对？就变得很快啊。你会怀念你当时身处的那个年代？我会怀念我的青春的肉体，我不会怀念。我假设我还一样有这样的青春肉体。等一下，我等一下要把
这一句话做成今天这个影片的标题，我怀念我青春的肉体，我不怀念当年那个年代。是啊，但是我有青春肉体，我现在的记忆，我的脑袋瓜已经存在了那些印象嘛。我说还有那样肉体，我应该再去继续参与那样。哦，所以其实是肉体不允许啦，不允许哦。不要说我不允许了，你们也渐渐不允许。没有，我早就不允许了。所以有麦克阿瑟讲过一句话啊。麦克阿瑟讲过一句话来说，是老兵不死吗？没有老兵不死。但是我看老兵不死，只是渐渐凋零了，是吗？对，不，那是麦克阿瑟讲的嘛，对不对？对。然后我就说，老兵不死。我觉得台湾的政治是这样子，不是老兵不死渐渐凋零了，是老兵不死，只是渐渐脱线了。脱线了。笑死！是不是只是渐渐脱线？因为很多政治人物是今天塔卡派呀。有，我有时候我有一阵子啊，就是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媒体上面常常出现的这些人物，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些人好厉害哦，就会很崇拜这些人。然后慢慢的，你有一天忽然觉得说，喂，这些人怎么都走中了？到底是他们老了歪掉了，还是我长大了可以不用相信他们的鬼话？这个都对，是吗？对，但是不是都对？是不是都对？都对。但是我会觉得，所以他真的也走中了，对，然后我也长大了，对，你也懂得如何判断了，对，OK， 这样我可以理解一下。其实我也是这样子啊，我一直在勉励我自己，一直在鞭策我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家对你有感情的人，有记忆的对象，一定要非常的去严肃的去面对自己。有一句话，就是那个林义雄讲过一句话，我特别那句话对我来讲是一个影响很大的啊，就是不要看我一时，看我一生啊。这句话我当然我一直留着了哈，就是这辈子最终就是盖棺论定。觉得今天跟三太哥聊了这么久啊，我真的是内心有很多感触，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触实在是很难用言语形容出来啊。我认真说是真的，因为我刚形容一下，我真的很难，因为刚刚三太哥在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擦眼泪。你不是眼睫毛倒插呀？真的不是，我真的很感动。就是说，感动的点是什么？我感动的点是，我觉得我们离过去真的越来越远，可是我们又离过去好像很近。就是似近还远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我很难形容，好像我觉得我离1980年代那个时候好远好远，可是翻开三太哥的照片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好像离他很近。那个，而且今天三太哥在我面前，我又可以问他很多问题。你当时为什么拍那些照片？你拍那些照片的时候感受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做纪实摄影？他可以在我面前让我问这么多问题。你知道那个似近还远的那个感觉，那个感受很难形容，因为你很少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去问那个问题。那感觉就像你今天访问姜太公，他为什么可以拿一个没有钩的钓竿在钓鱼，那种感觉是差不多的，就你觉得哇。是姜太公我真的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采访到三太哥。不是采访了，我们是纯聊天聊天打屁啦，聊天打屁。以上所有言论完全没有要负责。对，这负责任还得了的，不得负责任呢。我也很开心，三太哥跟我打屁啊。我们录这个节目从开始到现在，对啊，从来没有一刻是想要负责任。这个时代真的变得太快了啦，我真的必须要说，就是我其实也近期我也一直在思考说，时代变迁的很快这件事情。那我真的觉得说，无论是文字也好，照片也好，它都是留下一个印象跟影像，让我们理解过去到底我们存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的记忆其实都会有一些偏差的，但是我觉得照片不会骗人。我听完你这一段话，我想要问最后一个问题。OK， 我要问三太哥说，摄影
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东西？有啊，有很摄影就是我唯一的乐趣，也是唯一的一个志业。那你现在叫我去开计程车，去开 Uber， 开西松当 Uber E 或是 Foodpanda， 我都可以啊，只要我能够拿相机，什么行业我都可以，只要能够支撑我的生活，我可以拿相机，我都可以，我没有问题，我真没问题。所以其实我要想跟年轻人分享，就是我曾经也是这样辛苦过来的。啊，你真的喜欢摄影，就拍一些比较对跟这个社会可以连接的，跟这个社会有接地气的，让更多人可以去理解说，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台湾，不一样的社会，不一样的生活形态啊，每个人角度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多元的，你对于观看生活的一个态度。以上感谢各位。对，那我们今天感谢三太哥来只能喝酒的图书馆。我觉得我今天内线很发达我到底为什么啊？我就骗妹啊嘛。骗妹啊！我居然听他刚刚最后 ending 那段话，我在哭了。天哪，有病是不是啊？我就骗妹啊一流的。好了，我们谢谢三太哥。感谢。